各位朋友，中国常说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如果一个举国都寡廉鲜耻的国家呢，印度那真是无敌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哪个国家能将不要脸三个字的人演绎的淋漓尽致，印度如果认第二，恐怕没人敢认第一吧。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调侃，而是一个被无数次的国际事件反复验证的残酷的现实。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边境摩擦到新德里政策的朝令夕改，从恒河岸边触目惊心的污染到国际舞台上颠倒黑白的宣传，印度这个国家仿佛天生就长着一张比城墙还厚的脸皮。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明明被巴基斯坦按在地上摩擦，印度却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宣扬自己辉煌胜利，还满世界去嘚瑟。明明营商环境臭名昭著，印度却自诩投资天堂。明明国内种姓冲突、宗教仇杀此起彼伏，印度却偏要标榜自己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这种极致的反差，这种深入骨髓的寡廉鲜耻，早已不是简单的政治策略，而成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存方式。那么印度为何能如此不要脸呢？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与现实的算计呢？首先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印度天生的无耻是欺软怕硬的民族基因决定的。印度的无耻并非后天习得，而是深深根植于其民族性格之中的先天的缺陷。就像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欺软怕硬一样，印度人的处世哲学里天生就带着一种对规则的蔑视和对弱者的欺凌的本能。回顾1962年那场对印的自卫反击战，历史已经给出了最清晰的答案。当年印度趁中国内外交困之际，在边境线上步步蚕食，得寸进尺，将中国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结果呢，解放军一场摧枯拉朽的反击，打得印军溃不成军，差点连首都新德里的都门户洞开。按理说挨了这么一顿暴揍，但凡有点羞耻心的国家都会老老实实的反思自己的侵略行径嘛。但是印度没有，战败的硝烟还未散尽，印度就迫不及待的重新爬回麦克马洪线，继续干着蚕食中国领土的勾当。更令人作呕的是，印度还将这场自取其辱的惨败包装成勇敢的自卫行动，在国内大搞悲情叙事。这种欺软怕硬的德性呢，贯穿了印度外交的始终。面对北方的强邻中国，印度一边暗中使绊子，一边在国际上装受害者；面对南亚小国，印度则摇身一变成了颐指气使的地区霸王，吞并西金，控制不丹，干涉尼泊尔，肢解巴基斯坦，手段之狠辣，吃相之难看，令人瞠目结舌。印度人的逻辑很简单，打得过就往死里欺负，打不过就撒泼打滚，满世界的哭诉。这种赤裸裸的丛林思维哪有一点文明古国的影子呀？更可怕的是，这种无耻已经内化为印度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从政客到媒体，整个印度似乎都活在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中。无论现实多么惨淡，他们都能够找到理由自我陶醉，无论行为多么的卑劣，他们都能用大国崛起的华丽辞藻来粉饰。加勒万河谷的冲突中，明明是印军越界偷袭，被解放军狠狠教训了一顿，结果印度转头就拍了一部加勒万之战的电影，大言不惭地宣称未开一枪，英勇胜利。这种把丧事当喜事般的荒唐操作，除了用天生无耻来解释，你还能找到第二个理由吗？这个印度是被全世界惯坏的巨婴。如果说天生的无耻是印度的内因，那么国际社会毫无底线的纵容就是滋养这种无耻的外因。印度之所以敢在国际舞台上肆无忌惮的撒泼，根本原因在于他被全世界惯坏了。
放眼当今的国际格局，印度的地缘战略价值实在太特殊了。在中美博弈日趋白热化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将印度视为制衡中国的天选之子。美国需要印度在印太的战略中充当马前卒，于是呢，对印度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欧洲需要印度来平衡中俄的影响力，于是对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装聋作哑。俄罗斯需要印度这个军火的大客户，于是对印度在外交上左右逢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国五常几乎都在给印度的无耻行为打掩护。这种人见人爱的国际环境呢，让印度产生了一种严重的错觉，仿佛自己可以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得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奇观：印度可以随意修改法律的追溯期，提前50年翻旧账，变相没收外资的资产，可以对中国小米、OPPO 等中企挥舞制裁大棒，以逃税、外汇违规等莫须有的罪名冻结数十亿资产，可以明目张胆地要求外企的高管必须由印度人担任，公然违反国际投资惯例。福特走了，亚马逊亏了，2000多家外企用脚投票逃离这个外资的坟场。即便如此，印度依然面不改色地高呼印度制造，投资印度。更令人不耻的是印度在国际责任上的表现。恒河污染严重到何种的程度，大肠杆菌超标100倍，沿岸的居民喝一口就能得痢疾，但是印度不去反思自己的环保政策，反而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协助治理，甚至提出向中国出口恒河鳖这种荒唐的提议。当年欠苏联140亿美元的卢布印度呢，趁苏联解体、卢布崩盘之际，用一纸废纸般的卢布还清了债务，气得俄罗斯咬牙切齿，将其视为背信弃义的典范。这种把国际信誉当儿戏的操作，换作其他的任何国家早就被国际社会拉黑了。但是印度呢，因为有西方世界的战略纵容，依然在国际舞台上混得风生水起。说到底印度的无耻是被惯出来的，就像一个从小被父母溺爱的孩子，长大以后就以为全世界都是他爹。只可惜呢，国际社会对印度的这种溺爱并非出于真心，而是赤裸裸的利益算计。一旦印度的战略价值下降，或者是出现更合适的替代者，这种宠爱随时可能会变成厌弃。印度除了牛皮吹破耍赖，别无他法了。印度之所以如此的寡廉鲜耻，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他吹出的牛皮太大了，大到根本无法实现。除了耍赖，别无他法。印度自建国以来就给自己戴上了无数顶的高帽子，第三世界领袖，有声有色的大国，全球民主的灯塔，21世纪的经济奇迹，每一顶帽子都金光闪闪，但每一顶帽子都大的离谱。问题在于印度的国家实力根本撑不起这些野心，种姓制度的枷锁，宗教冲突的顽疾，基础设施的落后产业结构的畸形，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哪一个都不好解决。而印度呢，偏偏选择了一条最轻松的路，靠外部冲突转移矛盾，靠虚假宣传维持体面。于是我们看到了印度外交的碰瓷儿逻辑，边境紧张了就故意制造摩擦，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经济下滑了就找外资企业开刀，用杀猪盘的方式掠夺财富，国内的民怨沸腾了就搞一场诛杀行动，全球巡讲，编造击落 F-16 摧毁核设施的神话。哪怕被卫星图像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当众打脸也在所不惜。印度人的逻辑很清晰，既然做不了真正的强者，那就做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骗子；既然无法脚踏实地的发展，那就靠撒泼打滚来维持大国的体面。这种逻辑在对外的经贸领域表现得尤为露骨。2025年印度曾短暂的允许对华的尿素出口，以缓解国内的农业危机。结果呢，危机一过，印度立马就翻脸不认人，重启对中企的打压和 App 的禁令。到了2026年3月，印度又以放宽投资限制为筹码，向中国求援尿素的出口。这种用完就丢的功利主义的反复，简直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在印度看来，国际关系就是一场零和博弈，能占便宜就占便宜，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吃亏了就撒泼。这种近乎无赖的行事风格，除了说明印度已经黔驴技穷，
还能说明什么呢？更可悲的是，印度的这种耍赖行为正在反噬其发展的根基，反复无常的政策导致了外资信心崩塌。2023年，印度赶走了2000家外资的传闻绝非空穴来风。印度的破产让印度在国际合作中处处碰壁。美俄虽然提供武器，但拒绝深度的技术转让，生怕被印度白嫖。中国对印度用完就丢的外交模式更是高度的警惕，不再轻易上当。印度以为靠无耻能够赢得一切，殊不知他正在用短期的战术优势换取长期的战略孤立。无耻或许能赢得一时，但永远无法赢得未来。印度的寡廉鲜耻是历史基因、国际纵容与现实困局共同作用下的畸形的产物。这种无耻让印度在国际博弈中获得了一些短期的战术利益，舆论上占了便宜，谈判桌上多要了筹码，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宣泄。但是无耻能换来真正的崛起吗？答案是否定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靠的是脚踏实地的奋斗，是扎扎实实的工业积累，是遵守规则的国际信誉，是解决问题的政治筹码政治智慧。这些品质印度一样都不具备。印度的问题在于他把无耻当成了智慧，把耍赖当成了策略，把自欺欺人当成了大国自信。殊不知国际社会不是傻子，你可以骗一次两次，但不可能永远骗下去吧。当所有的外资都逃离印度，所有的合作伙伴都对印度敬而远之，所有的国际信誉都被印度消耗殆尽的时候，印度的大国梦终将会成为一场笑话。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印度有一天幡然醒悟，想要脚踏实地的发展，其他的国家还会给他这样的时间吗？中国的崛起用了40年的改革开放，中间经历了多少波折，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印度呢，他一边想抄中国的作业，一边又处处与中国为敌，一边想享受全球化的红利，一边又肆意破坏国际规则。这种既要又要，既当又立的操作，只能让印度在自我矛盾中越陷越深吧。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无耻才能无敌？不，无耻或许能够赢得一时的舆论战，却永远无法构建持久的国际信任与合作。无耻或许能转移一时的国内矛盾，却无法解决种姓、宗教、贫富等深层次的结构性的危机。无耻或许能让印度在短期内看起来很厉害，却无法支撑一个国家的长期崛起。印度这个自诩为有声有色的大国，如果继续沿着这条寡廉鲜耻的道路走下去，迎接它的不会是无敌，而是越来越暗淡的未来啊！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